我們現在把褚遂良的几個比较有把握的而且我們認為在書寫的這個歷史上有一定代表性的字帖把它們相同的字拿出來呢，做一個比较。在最早的时候呢，我们因为他们这个每个碑字的大小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一阙佛龕碑的字是大的，相对来讲呢，最小是梦法师碑，房玄龄碑呢和雁塔圣教序非常接近。那麼我們現在就是最早的時候把這個所有的字都像大小都是一致把一致化做比較，發現這種比較有的時候感受不是那麼強烈，因為大家要知道這個字大的時候越大它的比例要求重要，越小精妙要求重要，所以在它這個結構中，另外在它書寫的過程中用的毛筆和手受力的這種感受都不一樣，所以我們不能夠說拿大字和小字去比但是它這個字沒有大字和小字那麼大的差異，但是同時呢，大家知道智勇千字文都是非常小的字，我們現在都把它放大了寫，所以已經失去了這種感覺，包括蘭亭序也是一樣的。所以這個字的大小呢看着很簡單，好像把它放在一起放大點縮小點，就跟毛筆一樣。那毛筆長的毛就是做長的毛筆，短的毛就做短的毛筆你不能把短的毫去寫這個大字，也不能把長的筆毫剪斷了把剪下去一段做成小毛筆。那這是因為它每個毫的每一部分的彈性是不一樣的，你必須得選擇它相同彈性的筆毛的那個位置做到一起，要不然的話這一筆下去之後它就不圓潤了。那麼寫字呢也是一樣，當我們用筆寫大字的時候的感覺視野力量甚至包括它的那個整個在行走過程中的那種韻味都不一樣。那我們為什麼選擇這四個碑呢？一個這四個碑都是它的楷書碑，有可比性時間呢有差距比較大，這個時間的差距呢大概在十多年的樣子。那麼頭兩個碑呢，一阙佛龕碑和夢法師碑呢，這兩個碑除了字大小有區別以外，這兩個碑是接近的一個時代，比如46、47，年富力強但是呢它的境界各方面還沒有達到一個，還沒有超脫出來。那麼到了房玄齡和雁塔聖教序呢尤其是雁塔聖教序，褚遂良已經開始被貶了也被貶，最後他死在這個被貶的地方是63歲，也就是說六年之前他寫的雁塔聖教序。他被貶之後他的心態和他感覺，他這個字顯得十分的灑脫中的沉穩。那麼同時呢，在57歲的時候還被貶之前，他曾經寫了個房玄齡碑，這房玄齡碑這個筆觸就顯得非常的活絡自然，因為他是給一個私人寫這個碑，而雁塔聖教序不是，雁塔聖教序是給是兩個皇上分別寫的文章，所以在寫起來的時候感覺是不同的。那我們現在就是用這四個碑的比較，實際上就是前兩個碑和後兩個碑的比較。我們來看一看這個字呢寫出來之後的不同點，還有它因為年齡產生出來的差異。為什麼我經常比較年齡呢？因為這個年齡跟你的成熟度有關係，成熟跟你最後字能夠達到的那個境界有關係。比如說像王羲之經常有一句話叫做羲之書法晚乃善，那就是說到了晚年的時候，王羲之才真正達到了他所要到我們看到的那個境界。在他年輕時候遠遠沒到那種程度，他周邊有很多寫得非常不錯的，那麼跟他接近的，那麼他一點不突出。那個時期王羲之跟他的周邊學習或者交流的都是靠書信。當有些人看到王羲之晚年的書信的時候，就自嘆不如那個魏晉的人呢很有意思，他們都是非常的崇尚這種
這種美好，或者是对美好的，他觉得他很直接、直爽、爽朗啊，觉得好他就看不起你有可能，但是他觉得不好的时候，他也非常的钦佩你。所以王羲之的晚年就是在這種環境下啊，已經他的手稿啊，他的這個書信被他的同等啊，或者是叔輩，或者是子侄輩，或者是同代的這些人見到的時候，已經都自嘆不如了。那麼我們看褚遂良來講的話呢，他虽然比王羲之多活几年，但是他在57、58岁給我們留下这两个碑，給我們印象也非常的深刻。我們現在就開始用對比啊，我們找到相同的字對比來感受一下。褚遂良的字從46歲，46歲是一個可以說是年富力強，而且最主要是46歲的年齡啊，他很多從技術上面已經非常成熟了，開始在步向更高境界的探索的時候，他開始的一個採取的一種姿態。那麼我們先看，我們把這個大小相同的字的對比啊，就放到一邊，就不做考慮了啊。我們來看這個大小不同的，這樣的話呢，對比之間呢更豐富，顯得張力就更大一點。我們首先來看的一闕佛钹就是第一個字啊，第一個字我們趕巧了啊，沒有任何的排列啊，也可能是這四個碑裡面最早啊見到的相同字。那麼這是我的一個學生，叫溫慧娟同學啊，幫我做的這個工作啊，他做這個非常有經驗。早期呢，曾經做這個歐字和言字的區別的時候，做得非常出色。所以我們還用他的專長來今天呢，把這個四個碑啊來做一個比較。那麼第一個字的顧，我們來看這個顧字啊，顧字左側這兩個字沒什麼太大差別，沒什麼太大差別在哪裡呢？就是說我們來看呢，它都是比較方冷。大家說楚字，大家印象裡面都像什麼呢？都像雁塔聖甲序這樣子啊，比較柔媚一點。好像他把這個王羲之的這個韻味這部分領會和感受的非常好。那他當然了，作為一代的教化主，為什麼叫一代教化主？就是我們看唐朝初期的歐陽詢啊、尉世南，他們相對來講比較平正、生硬了一點。這塊呢，多少在晉人的影響下，晉人的楷書啊，相對的比較平正一點。那麼唐朝初年的也是這樣的。那麼他們這兩個人呢，因為50、60歲才就進入到了唐朝了，所以呢，他大部分的影響還是隋以前的影響和隋朝的影響。到了唐朝以後啊，如果產生唐朝一種有唐以來啊這種強盛和一種豐腴所產生這種滋潤，還有這種韻律。那麼這種產生，那麼應該是從褚遂良開始。褚遂良產生的直接影響就是接下來的顏真卿。那麼到了宋朝的影響，那麼非常明顯啊，其實包括黃庭堅，那麼最主要的是影響到了米芾。那麼以後所有的跟韻律有關的這些東西都受褚遂良的影響。也就是褚遂良，你說王羲之二王有韻，但是沒有像楚似的把這個韻有骨有筋有肉有血的把它這種鮮明的給傳承下來，或者是鮮明把它發揮出去。所以楚字在早先46、47歲，一闕佛龕碑和孟法師碑這兩個碑裡來講還基本看不出來，他還保留着歐陽詢的那種方硬的地方，但是它的平面感啊，在平面感上來講，歐陽詢是中緊外散的，但是褚遂良已經把它在46歲的一闕佛龕碑上頭
把它鋪開來了，在一個一方塊一方塊這個書寫的這個格式裡面，它把它鋪開來。正像我曾經在一邊給大家临一邊講過的一樣，它的鋪是鋪到哪裡，是完全根據字的不同的部位的突出點去發揮突出點，但是在發揮的過程中，它充分利用的是每一個筆畫的平面的感受，來讓它每一個部分去做一些發揮。那麼這種感覺就非常像我們早先的篆書或者隶書的这種圖像的感受，也就是说它的张力不占主導，而它本身的图案化、图案的这个疏密占的主導。這種變化是書法在由開始完全的均勻走向這個不同的這種曲式或者不同的疏密的變化中的一個過程，就是簡單的過程，就是我們在這裡面這麼大一個空間啊，在右上角它這個字啊很大，好，我把這裡面啊就是占了很大空間。那麼左下角也很大，我也占這個空間。那麼右下角不多，我少占一點空間，作為一種平衡。那麼就是發揮某一個部分的比較擅長的地方，但是都是每個部分都是比較均勻的分布，就形成了一種圖案化，但是圖案比較接近於平面化，就平面的構圖，就像我們地圖啊，我們地球一樣啊，這是個平面，我們一看是個平面，看不出立體感，哪裡有山哪裡有水沒有，整個給你一個平面啊，這塊都是陸地，這塊都是海水啊，然後這個你就看出來這個地球啊，就是幾個大的板塊，就這麼就分開來了，就這種感覺。那麼如果你要看立體，它就不是了，有的板塊是平的，有的板塊是凸出來的，那這個張力，這個地球整個看起來啊，我們看地球儀，有的地球儀它有這個凸凸凹凹的，有的地球儀就是個平面，平面你看就像個球一樣，所以它這就是完全不同的一個感受。那麼在早先，那麼伊闕佛干碑跟孟法師碑的區別在哪裡呢？伊闕佛干碑的特點是它有意識的把它每個字的圖案化趨向於逼邊，就是說我不像簡體字全部撐在邊上頭，我們是一種什麼呢？哪裡多哪裡這個充沛，我就讓哪裡去跟邊兒結合，哪個地方弱我就把它收回來啊，就是讓這個字形啊把它這個向邊上的擴展。為什麼？就等於說自由發展啊，就是好比說這個長這樹，哪地兒陽光多點，或者哪地兒這個土壤好點，它就自然會往那邊發展一樣，自然發展。這就是一個早先的伊闕佛干碑的特點。那麼到了孟法師碑呢？孟法師碑的特點跟伊闕佛干有點不一樣，它就收緊了一點。它怎麼收緊呢？就是說方塊在這兒，它不照邊上走，它往中間團。在團的過程中，大家知道本來這個字是不平衡的，它哪裡多哪裡少，那麼這一團不要緊，團到中間的時候，它就會把比較多的那面收回來的時候，它就緊了。也就是說伊闕佛干碑的做法是讓它自由發揮，把這字哪裡長走哪兒，哪裡開走哪兒，豎着筆畫多往豎上走，橫着筆畫多往橫上鋪，就平鋪開，但是破除掉了字的方塊。那麼孟法師碑呢，又把字的方塊擠回來，但是在擠的過程中，筆畫密的地方就變成張力大了，所以這就是形成將來它的整個的這個字在行進過程中的張力變化的基礎，就是它變成了有張力了。那麼原來伊闕佛干碑就是把張力散開來，但是張力散開來同時呢，它受到框的影響，
就是說哪裡能夠张力大，我把它散平了的时候，它就更接近邊框。这就是一种先释放压力，然後再形成压力，最后把压力让它玩转起来这压力让它转起来，哪里压力大，我把它往哪裡放，哪里再往哪里引，最後往哪里顺，往哪里最后发泄，有的地方再把它收回来，再把它发出去。这就是整个的这个3个过程。一个是完全的随意的撒出去，像水银泻地一样，哪里的低哪里水银就多，然后又把它收回来，在收的过程中，那个地方水银多，好，那个地方重量大，那个地方张力大。那麼第3個，在流動過程中，張力大的地方我就往低處引，我低的地方就往高處這個引，它這個來回這麼一拉一流動，這個字就活了，這整個這個勢頭就拉出來了，這個在拉動過程中神采就才出現出來。所以書法整個它一個過程，我們看這幾個碑看着很簡單你看這個方一點，你看這個緊一點你看這個在流動過程中隨意一點，這個矜持一點，4個碑其實就4句話都出來了，我們就看看它到底是怎麼感覺。故字呢沒什麼好講的，那麼看這2個故字的它跟周邊的比例，這個就緊，這個就鬆。那我們再看這個房玄齡碑和這個雁塔聖教序。房玄齡碑的動作雖然滿，但是它散在隨意。雖然這個雁塔聖教序它筆畫沒有銜接，但是我們發現它顯得莊重。那麼從哪裡看呢？你看中間口，它的中間口裡邊變動是大的，中間口周邊它的這種彎曲度是大的。那麼相對來講這個雁塔聖教序的彎曲度是矜持的，裡面口的變化是平緩的，而且端得很就架子端得很平。你看這個那麼我們再看名字這個名字我們選的稍微的多一點名字名字看呢，這個最早你看這個名字已經完全拉向橫向了尤其是這個例子橫向，在這裡面呢普遍就緊一點，我們看緊一點關係，你看中間這個距離大一點，這個就更緊了，但是緊不說，它出現雙弧度。但是在雙弧度中，為什麼說右邊這個雁塔聖教序比它又境界又高出層次來呢？你看它的雙弧度之間是比較對稱的，這種是非對稱的。非對稱什麼意思？就是還有勢頭拉出來，但是非對稱這個勢頭拉出來並不顯得，它只是姿勢變了，並不顯得它更輕佻。這就是褚遂良的雁塔聖教序的高明之處。那麼然字也是這樣的，你看第一個，因為然是全面往外散，它顯得散。那麼就算這個然也不是特別理想。我們看到後面然的時候，它依然散，但是你發現在散的過程中，它互相之間的關聯就明顯了。你比如說這個房玄齡碑在這個然字上我們來看，它是散，是有各種樣的這種姿態變化，但是它顯得平淡，雖然挺活躍的平淡，但是這面最後雁塔聖教序開始出現什麼？開始出現疏密之間的一種變化了。怎麼變化呢？你看它這個我們不知道看得清楚不看不清楚這個它用右側這個用火字來代替。那麼火字裡面我們來看，那麼第一個這個然來講，它左側這個部位密，右側部位密，分兩部分。那麼右邊這個然呢，反過來是左側這個在不是很密情況下，右側這個左半部分貼上它，然後把右側再甩出去，就是它會出現一種什麼呢？
就是一個非以這個字完全均衡的動態為準，而在動態過程中有滋有態，有取有捨，有密有疏這種。那麼這種別小看這種有密有疏的這種狀態，就接下來出現這種韻律感，非常明顯的韻律感。我們再來看這個門啊，這個門呢基本就是挺直的，它呢好像是關上一點，它打開一點，這個門呢就邊上就開始有姿態了。但是你看這個門左右之間，看就開始有取捨了。所以这个整個一個過程就是散開來，能怎麼散怎麼散，緊起來出現緊的過程中出現某個地方有力量不均衡了，但是我把它收住在裡面蘊含着，那麼我把它這個所有的再放散出來，放開來，放的過程中找平衡，那麼最後一個是在不平衡中找平衡。所以你看這四個就特別明顯，再看俗字也一樣啊。俗字它散的時候呢，我們看它全拉開，甚至於把右側這個古字的這個上面兩撇捺小撇點也拉開，俗字就開始不一樣了。那麼這個俗呢，就比前面呢開始柔和啊，身段柔和，然後呢非常的均衡。那這個俗看出現什麼變化？在柔和的情況下，優雅平正，但是還有姿態。姿態什麼？就是跟那兒拿出去。你看這個整個這個字啊，就變成這麼大的一個變化。之字也一樣，之字就是橫鋪，在橫鋪的過程中，把它一縮在中間的時候，它橫鋪的過程它就有緊和有鬆的區別啊。這塊是緊了，是鬆，這是均勻的。那麼到這個時候呢，這個開始就很妙了。它的支和它的支區別不是很大，但是它的支看有緊有鬆，非常的疏朗，這裡面就會出現一些變化。你看在緊的過程中，看它還有一種間斷，間斷什麼呢？就是起伏比較大一點啊。然後呢，你看它某一些地方在這個最後一個捺的時候，它成一個柔和的和上面這個比較平直的一個相對應。你看這個的緩的角度是接近的，而且轉變的這種弧度是柔和程度是接近的，這就開始出現變化。那麼這個呢，長短又出現變化。那這就是說一步一步我們看褚遂良的一闕佛龕碑啊，這個碑呢是他比較早的40幾歲46、7歲的時候寫的一個碑。那麼可以看出來他的筆觸呢還比較直比較直爽，當然力量還是比較足的。那麼這個碑呢，為什麼我用特別的這種打了嗝的這種方式來描述一下呢？那就是因為我認為他這個碑在寫的過程中，他借助他的嗝，他的外邊的嗝的界限他來表示字的形狀。那麼這個時期褚遂良的大部分對字的理解還停留在外形上，所以他對外形的調整，這個外形調整對他來講就變成了非常重要的。那麼格呢，又是他外形調整的一個依托。那麼在前一階段我寫字的時候，或者偶爾我寫的時候有一種感覺要把它這個每個字的字形做適當的發揮的時候，那我就會在有格的情況下，我就會把這個字形依托着格把它發揮開來。那麼處處都可以見到。我們舉幾個比較我們看得見這個例子，比如說這個外字，這個外字它的兩種，上下之間是一棵樹，是一個树植的樹一棵樹，左右之間呢是兩個叉兩個分支。那麼左右之間我們來看，一個呢是這個左側的這個這個撇，那麼一豎來之後呢是頂天立地，那麼那兒呢又捺出去從哪出去？從這個胸這兒出去，這就是它這個字的特點。你看這個字裡面上下頂左右頂，但是其他地方
沒有必要。因为什麼？它這個字是字形就這麼組成的。那麼左側呢，它利用斜，右側呢這個斜跟它的協調，中間的一棵樹稍微往右，為什麼往右偏呢？因為左側的筆畫多，所以它是個均衡協調的過程。但是頂天立地的一樹，把這個字撐起來，左右把兩個字呢像搭帳篷似的搭開來，像雨傘撐開來，這個字是這麼形成的。所以它的形成過程這麼一個這個邊的搭配，上下搭配，左右之間的協調是這麼完成的。那麼這個完成是充分显示出這個楷書字中這一些字形的特點。像這種字形特點一般寫起来不是那麼写的是这麼寫的，它是在收在里面的，它不是，它是頂開來，但是頂開的同時，你看它把它胸部这個它胸部這種出發點所以它重心在哪裡？這個呢已經提到了肩上，是吧？這氣就高，是吧？氣就高。那麼如果我們寫再低點的話，这是左右之間对称之後呢，那麼重心在哪？在這裡呢，在這裡呢，你看在這個點上那就突出了這一豎。那麼再寫別的寫法的時候，可以是這樣的，你看，這是扁呢，它有一個上下一個空間，你看這裡面有多大的變化那麼它是怎麼變化呢？它是利用它斜的這個勢頭把它拉開來，這個斜的勢頭，這個上下頂的這個勢頭，那麼這個斜還多一點點，所以它重心之間的調整，但是它靠的是這幾條筆畫的逼邊就是根據它字形的本身特點。我們下面再寫幾個跟這個逼邊有關係的部分，它幾乎每個字都有這種樣的感覺。比如說我們再看一些這個豪字，這個很有特點，這個豪它這個豪字呢是個長的豪，它為什麼？它中間把這個豪字，它上面是個高，頂到頭，它筆畫下的時候呢稍微的平和一些就沒有那種起伏，不像它晚年的那種起伏看它這個做這個動作的時候底下稍微的彎，但是相对來講下面比較瘦，而且它沒有做一個任何的一個像邊逼迫的位置，但是它把上下頂得足足的，這可以開，這更開，這一點點似乎開，這又開出去一點點，這就是它這個字的特點看原字中間這塊更瘦很瘦一樣。那它是怎麼逼的我們再看下面一個極端的另外一个字形，它是因為是橫的字形，它怎麼逼的？你看它逼向兩邊，它把中間上下失掉，這在原帖中也是上下兩個字銜接的兩個字，但是它卻用這種方式。你看它的逼邊的方式是這麼逼的，它這面逼的邊，這面逼的邊，但是上下卻留着空。我們再看一些其他的字，它的逼邊的方式，比如說游，游字，很多人这個游字這個下面這個有會寫一橫這是錯誤的。如果是草書勉強，因為草書經常把這個口不封上頭，放一豎就放一橫可以。它為什麼大家不了解這個道理？因為它這一橫它這一橫是向這兒彎，這是彎，這是完成的，這一橫是這樣的，沒錯的。但是當你這個寫成兩個豎的時候，那麼這邊要變成一個橫，那麼這個橫才有，否則你丟了一個橫我們再來看一個，你看它的逼邊是怎麼了？它的逼的是這個地方這個地方和這個地方邊，其他地方呢這個上面有個高挺的動作，但是這塊它該還是怎麼着。如果我們形容用一個我的感受的話，它逼邊是這麼逼的看這是稍微誇張一點的做法。你看
他逼他這個邊，他逼着把上下吊起來，有點像这個端。我們再來看，同樣還有另外一個字，這個逼邊的方法，它是野。這個野字是很不好寫的。為什麼不好寫的？就是因為他在寫的過程中，這個野字你無法把這個上面這部分全寫滿，那麼它一定要有一個占所有空間的地方。那麼誰保證做占所有空间？是因為有這個筆畫的一個大的一個遷徙，一個大的包圍，才把上面這個整個空間都占住了。那麼它包圍的時候，它是怎麼的？它是很有意識的，把這幾個點全甩下來，然後一直捅到最邊上。為什麼他這麼做？這個一闕佛龕碑作為褚遂良的字來講，是最平鋪的一個字，它的立體感從他的筆畫上也不明顯，因為他筆畫比較均衡。那麼看起來褚遂良這裡面呢，他接受了不少，這個筆畫上是接受了不少这个誰的歐陽詢的東西。到後期的韻律的起伏以後，才產生出來一些圓潤的筆腹的部分。它這個基本是在筆前面尖這部分，大概在前面這麼尖的一個地方在走筆，所以它起伏的感覺並不是明顯的。那麼起伏部分它張力就不夠，張力不夠，它就要鋪開這個字的時候，它就不靠這個張力去取周圍的勢，而靠字平鋪的字形去取勢。那麼字形它又不可能把每個字，歐陽詢的字是全在中間散出去這麼走，它不是，它是靠不同的組合去靠這個組合，它借這個邊的感覺再拉開，所以它通篇，我相信這個通篇的這個應該是非常漂亮的，在拉的就是這種拉動過程中，你看像這個拉動跟它就特別貼合，它的豎直和它的橫向。那麼我們再找一個和這個字我們在這兒再找一個其他的字能夠在一起相吻合的一個字，比如說公。它这個公字的感覺是這樣的，非常平，接近於歐字的感覺。它這個作用是什麼？它把上面這個橫去緊緊的向邊上挺出去了然後我們再來看這個字，這個生字，生字是這麼寫的這個橫出去，看關鍵這一豎，這一個點那麼這個拉開來，這個拉開來和這個拉開來，那我們一般寫這個生字是這樣寫的，是吧？這樣的話我們比較均衡，它不是，它把這個豎拉開來，把這橫拉開來，產生的這種感覺。那我們再來看它其他一些辦法，一些字比如說這個字這個窩，它非常的橫向所謂橫向是這樣寫的，你看它鋪得很大，但是呢這個是頂到天上，這個是頂到邊上，這個邊是頂到這兒來的。我們通常要自己寫的窩的，我們的感覺是這樣寫的這是我們的寫的，它沒有這種橫向的這種撐的感覺它平面上我們加上立體之後，我們就有好大的空間去走。你比如这個字還非常的明顯，它這個孔字，你看它把這勾挑到這裡來了它沒有挑到下面來。它占的是什麼東西呢？它占的是這部分，占的是左側的它當然還從這兒走，左側這個占的很多，那麼右側呢占的很小，它刻意把這個孔還留出來，保持這個橫在靠上點的這種協調感。我們要一般寫的時候，我們是這樣寫的，是吧？所以這樣寫的話，等於說這兩個背靠背，這個不是，這個好像一個人的話，他緊緊貼這個牆，然後他把這個推起來，他把它抬起來把它提起來，
像一個叉車一樣啊，把它提起来的感觉。这个不是，这两人靠着了，是不是？这人是斜靠着啊，这个抱着个怀抱，两个人插着手。那麼這個人呢是個兒高一點啊，坐在地下，然後啊把腿曲在這兒啊，這麼感覺的。這是我們常寫的不同的類型的感受。那麼一呢，毫無疑義啊，一它是這麼寫的，這一是歘就直接就頂過來了，這沒什麼好說的。但是我們看有些比較明顯的啊，像這個長，有看長到這兒了，它這個比例很突出，然後呢，這一豎呢到這兒，你看它就會這個豎稍微誇張了一點啊，但是它這個橫向的感覺啊，完全撐出這個字來啊。當然這個東西它不能說法，你看這墨，這個墨字啊，墨字它這一橫是非常的突出，到這兒了啊，這個橫，然後這個已經撐出一部分，那麼這個撐出更厲害啊，這種感覺就是特別明顯。那我們再看一個捐字，就是它在這個格裡頭撐得很厲害。我們再看這個捐啊，你看捐字在哪兒？在這個上面的撐出去，下面呢倒沒有啊，下面倒沒有啊，下面用這個受，你看他受，上面受，他撐出去啊，這種動作啊，讓我想起來一種字，比如說能字啊，能字它不在它這裡頭了，這是我自己寫的能字。你比如說我們寫這個撐出去的部分，這個撐出去，你看它兩個呼應的是吧？這兩個受，它上面受的人呼應的感覺，讓我想起這種感覺來哈。啊，再有一些字，比如說啊，八字呢就不用講了，因為八字是這樣寫的啊。那麼正字，你看它正字怎麼寫的？是這麼寫的啊。然後我們再看一些開，正相反，開字向豎向走。你看豎向走，這個在橫向走。你看豎向，它豎向頂着這個橫向頂上走啊，非常鮮明的是吧？這是一種在書寫的時候一種，就是說潛意識的本能或者本能意識啊。你看這個字，一個米一個比啊。你看它這個比非常明顯，它完全就不管你這些啊，它不管你上下這些東西，它完全就橫向在這個位置上頭啊，就撐住了。像那個為字更明顯，那為字變成這樣了。妙字大家可以理解哈。妙字大家可以理解一點啊，可以理解啊，這寫的蠻散的啊，這樣好看一點。你看它完全搭這個邊，完全搭這個邊，走這個邊，這個橫向的這種感覺特明顯。那麼它字裡面呢，我們來把它誇張一點啊，怎麼誇張一點？就是我們憑我們的感受，我們去寫它幾個字啊。比如說像這個，這是我就自己放開來寫，就比它自由多了。比如說這個魔字，當然它也是這麼寫的啊。就是他把圖像
把这個字的圖像平鋪，那一平鋪的話呢，它就變成了一個平面的構型。那平面的構型之後呢，它就缺乏就或者就不用這個字的立體的為什麼叫立體？我們看這個模子，如果不這麼寫的話而我自己的寫法是這樣寫的是這麼寫的。看這麼寫的話呢，它沒有一個，它什麼呢？看它長是它這個字是高的，所以頂天立地這沒問題。但在頂天立地過，它这裡面字都平鋪，你看這裡面會來回這麼絞接的話呢，它就會有力量，它就會緊，會緊的話它周邊就可以留空。那麼這一撇來講呢，沒有像它是這一撇是完全撐到這邊上去，然後呢這個你看這裡面的所有的這些比較均衡比較均匀，然後呢整個編制，那麼這個感覺呢是這塊完全鋪開來的這個不是，這個是裡面進來再出去的感覺它不是，它的力量鋪開來。另外呢，我們又達到那個程度，它的每一個筆畫它有一個剛性在裡面然後它鋪開來，就像我們看到的脚手架似的那種感覺。你看我們要寫的十字呢，我們要寫的十，再根據它的感觉我们再去写。我们换一個別的字，十字太這個長了是吧？我們換一個中間一點的一個字吧。你看像一字我們寫下來我們寫根據它這個感覺去寫這樣寫這樣寫你看這頂這麼放空它是有這麼感覺去寫的。比如說我們寫這個這時候寫十就可以了你看上面整個打開來，下面呢却正好是讓它撐住的，上面打開來的，借它這個邊兒我們順便再寫幾個借邊的這種字呢，就我們領會它的感覺。比如說像無，你看這無的一筆到這兒了無字的筆順是這麼寫的筆順這麼寫的無字我們比如寫耳，就我們的感受是這樣子的耳我們再拿一個比較長的字有是什麼？哪兒也不挨着，哪兒也不挨哪兒但是似乎有靠一邊，它借了一下邊，這就是不一樣的。那麼看其他的比較明顯的那麼就是滿的這個，看這是橫向非常滿非常平。你看它這個字的特點就是什麼呢？就是鋪的平，然後呢這個每一塊特別明顯，但是呢作為整個這一個局部的這一個方塊裡面，它卻會占有不同的，去找這個不同的邊兒去。你比如說這個全字，我們剛剛就想寫這個全字在這裡一個木毫不異議，這個看見了嗎？就要頂到上面去了頂到右上方。然後這個起到什麼作用？看右上方就頂足了其他这樣力量。然後呢這底下是個固字，左側占了一部分，右側上面不管了。你看上面不管了，不頂了然后灯呢？灯字在哪里？灯字在這兒，看就在這那裡頭了然後底下一撐，一個豆子一撐，這個字就 OK 了，這上面撐起來了是吧？
然後我们再看一些其他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字啊，我们来看一个吴，到这儿了。汉最後靠誰？靠這個橫撐起來啊，這個平啊。我們再看幾個有代表意義的。好，玉字，你看這個玉字怎麼撐出來？先看個為吧，這個為怎麼撐？你看为它撐的這幾個角，再看所，所看怎麼撐？所這麼上面撐啊，吉啊，吉是這個上面撐上去，這個上面撐上去，這個上面撐上去啊，它特別會有底下在那跨，看跨在哪兒？這上面撐出去了，這上面撐出去了啊，底下一平 ，OK， 你看它這個撐這兒，撐上，撐這兒，撐這兒啊，這幾個靠這個邊緣去撐。我們再看這個一些撐的地方啊，這個不字左右不好撐怎麼辦？它就上下撐。哎，它上下撑，左右不管了，是吧？然後看那個葉子，葉子在這兒寫下，上面撐到頭了，中間收，稍微撐一點，是這麼寫的葉子。好，我們來看其他的一些字，雞。記得在這塊撐的，你看，這就收了。你看，它是這麼感覺的。那麼有些字呢，就是說，你像寫個這個地方寫個簡單點的比較好看啊。啊，這乙字是這麼撐出來的。你看它字是這麼撐的。那麼我們寫完它這個，我們自己怎麼寫呢？是吧？我們感覺到啊，有的時候就寫了啊，順着它寫啊，順着寫這個向下顶的哈，左邊拉過來，站在中間，站上，站長，站一邊，站一邊，是吧？站上，站下，站左，站右，站橫，又一個頭。看下加着橫，這個怎麼辦？這個是這樣子，你看，站下是吧？這個是站橫向的，這站右邊的，這是站橫向的。
你看，这就是我們理解的他的這種感覺，稍微機械一點，沒彈那麼好，他還更隨意一點。但是呢，你看，我們既照顧了這個周邊的這種感覺，喉弦避讓的感覺，橫向這吃中的情況啊，站在一邊的情況，站上邊的，這就是理解之後的一闕佛龕碑，在平時的使用之中呢，這種體會，把有些盡可能的把它發揮出來啊，發揮走向，然後发挥走向，然後讓它最後形成了這一篇字啊。這是我隨便看前面一個東西，我這麼感受的，因為它是我自己的，就是隨意寫的一個內容，跟這個沒關係啊。